我们今天讲题目是唤醒你灵魂，成为亿万富翁的基因。我们其实没有做显化，也没有做创造，因为我们已经将我们想要的一切全部都生成在我们的体验中，在我们的体验的世界，在这个所谓的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已经创造出我们想要的一切，所以不用额外的显化它，也不用去重新的创造它，因为它已经全部的呈现在我们的世界里。唯一要做的是什么？我们要先理解金钱的本质，金钱的本质它就是能量，所以一切都是能量的呈现啊。那金钱也是能量的状态，所以它并不是物质，它只是一种能量状态。我们要先理解。那为什么是用这个信念去支持呢？因为如果金钱是能量的状态，我们才能够任意的调整我们的信念，我们才能够去任意的去转换我们的频道，用能量去解释它。即便我们拿钞票拿了铜板，但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能量所致，整个金钱就是能量所致。所以我们重点不是去创造金钱，也不是去吸引金钱，也不是去显化金钱。金钱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将我们的频率跟金钱的能量对齐，将我们所有的振动频率跟金钱或者丰盛或是富裕富有的能量对齐。那我们能够将这个能量对齐，对齐财富，对齐丰盛，那我们自然就能够生活上样态上由内而外就会去感受到那个丰盛，内在丰盛跟外部富裕的状态，直到你对齐之后。但你想象我们就好像是一个收音机的概念，那个旋钮就是我们自己本身。那你在调频的时候就会对齐到不同的波道、不同的电台嘛，会有出现不同的声音。那个电台那个波是看不到的，但是你的频率是可以调整对准到那个频率，收听到那个歌或是那个广播。所以金钱本身就是一个能量，它并不是物质。所以我们其实要去成为亿万富翁的状态，就是将我们的能量对齐，对齐成亿万富翁的样态的频率就可以了。所以等一下我们会去做一些冥想。那你在冥想的时候，你对这个数字，或是你对这个金钱概念，是不是有抗拒，还是怀疑，还是是不是你觉得不可能？那这都是我们曾经的信念所致。在阻碍金钱的来源，金钱的能量早已存在在我们的世界里，早已存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那怎么样会产生阻碍金钱的来源？有几个，第一个是童年的信念。小时候我们可能看父母亲赚钱，感觉到很辛苦，或者是父母亲或者是家里的长辈认为赚钱是辛苦的，所以我们一直不断的被灌输这个观念。再是家族的业力，或者是社会的集体意识，就会影响到我们对金钱的看法，就是让我们形成对阻碍的信念。那我们要去对齐金钱能量，就是要先知道我们有哪些阻碍的信念，然后将这些旧信念去将它还原成光与爱的状态，最终才能够去对齐那个频率。金钱不是来自于努力，它是来自于我们的频率。当我们对齐金钱的能量，财富自然就会涌现，不是流向你，涌现是你看得到、你摸得到、你触及得到、感受得到、你使用得到。所以，如果我们一直觉得钱很难赚，不是因为我们的环境不好，不是因为我们各方面的条件不足，而是我们的金钱频率需要做调整。假设我们觉得钱是不好赚的，或者我们做什么处处都会有很多的障碍，很难赚到钱，或是钱留不住，都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外在环境或者是种种的因素，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对于金钱频率需要做调整，调整到对齐频率就可行了。阻碍的信念有一个叫做金钱的业力，金钱业力有哪些呢？有的是我们在前几世曾经对金钱的誓言，或者是我们对富裕产生的誓言。比如说，我们前几世是修行者，那
可能你会舍弃很多东西，所以你对金钱财富你是不需要的，或者是你是觉得它会对我们的修行是产生障碍的，所以你立下了誓言，我可能不需要这个金钱，或者是曾经我们因为钱而受到伤害。假设我很富裕前几世或者是祖先被伤害，有很多的不好的一些过往回忆，甚至就是被骗到倾家荡产啊，或者是有生命危险啊，这个都是一些我们家族的限制，或者是我们曾经的经历的，让我们对于金钱产生了某种的业力的这些状态。那任何的信念对我们来说都是帮助我们的，只不过这个信念是否过时了。那过时的信念，我们理解这个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信念帮助过我们什么，然后将它还原成光与爱，就跟我们合一成一个样态，所以并没有把旧信念抛弃掉，反而是理解旧信念曾经的协助，然后从一元的视角去解读这个曾经的旧信念，然后将这个力量全部的回收在自己的身上。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当我们在二元中把好跟坏分开来看，假设我们选择好的东西越多，相对的我们就会抛弃坏的东西越多。假设我们抗拒坏的东西越多，相对的我们只会去收集好的东西，所以力量只会停留在50%，这个对立面，好跟坏，善与恶，是与非。无论我们怎么做疗愈，我们的力量始终只能够满足或是拿回50%，那剩下50%呢，是你抗拒的，是你不愿意的，是你恐惧的，或者是你不想要拿回的，可能都是跟黑暗面有关，跟恐惧面有关，跟匮乏面有关。无论它是匮乏的信念，还是它是种种的伤痛，它的本质都是让我们看见更高更美好的自己。所以这一切本来要停留在原地的，它也还原成光，最终呢与我合一，形成自己的力量，一切都是全部都会回收在自己身上。在知道金钱业力的时候呢，就要把这个金钱业力做一些调整嘛，去释放这些金钱业力的状态，重新编程我们的信念程式。当我把金钱变成是我分离的一部分，金钱是一个样态，或者金钱是一个不属于我的一个东西，它可能是外部的，或是我把它呈现出是一个样态，我的能量要去跟金钱对齐。这个状态都在二元里，二元中是对齐不了的。那怎么做对齐？我们也要很清楚，我们本身就是金钱的源头，就是丰盛的源头，要很清楚这个点，要非常清楚。所有的一切都是跟自己对齐。那我们是光的源头，我们是爱的源头，我们是丰盛的源头，我们是财富的源头，我们是力量的源头，我们是一切的源头，所以你才是你自己一切万有的源头，是这样。所以你要一直不断的去对齐，对齐到这个样态中，那你就一切都可以对齐了。对齐可能需要去练习的。我们要理解穷人跟亿万富翁的思维，穷人跟亿万富翁的思维其实也不代表他是穷人啊，也不是代表他是有多么的辛苦，所以我们可以去理解。比如说你现在想象一个画面，假设你的账上突然出现有10亿台币存在你的户口里，那你会是什么感觉？或者是你会去做什么？你会去做什么？如果你的答案是我会把它存起来，存钱生利息，可能跟亿万富翁的想法不太一样，观点不太一样。那你要想一下，假设你有10亿在你的账上，你的户口里突然出现了，不管什么方式，只是合法合规的在你账上，那你会是什么感觉？这个是属于你的钱，那你当下是什么感觉？假设你很喜悦，你在看那个喜悦中间有没有一点点的不可能，或者是怀疑，或者是觉得这个是不可思议，这个不是我的，你要去察觉，有没有这样子的思维的存在？如果有，也不用太紧张，有就将原本我们曾经有的信念去做一个调整，就可以去接收这个状态就可以了。在一般的亿万富豪来讲呢，他们不是去努力赚钱，他们更重视什么？呈现现金流。假设你有5000万，你想买一个房子，那你可以现金买一个房子，你也可以去贷款买。假设如果你有5000万的资产了，假设这个房子刚刚好就是5000万，你很喜欢那个房子，那一般思维会怎么操作呢？可能就买了产生贷款，或者是
他不想贷款，他就现金买断了。我如果有5000万的现金，就直接买5000万的房子，是我喜欢的。买完之后呢，再质押给银行，大概70%左右吧。那你5000万质押可能变多少？3500万的3500万质押出来之后呢，你一样你可以买一间是1000万的房子，可能就是2房3房的旧一点的，那你可以买几间？那你可以买3间。那你让5000万的房子你买了，你把它质押出来，你有3500，你再买各一间是1000万的房子，这样出去也是现金买。现金买你名下就会有4间房子，那你那3间现金买完之后呢，一样再把它质押给银行，一样再套70%，可能会套60%，可能更低。那你又套出2000万出来，2000万出来之后呢，你就拿1000万当定存，做一个定存的概念，拿1000万放现金贷款。在你的名下，你可能就有4间房，1间自住，3间你可以出租。以前我在做生意的时候，我会这样操作，留一部分的钱去买一些货，让它商转。比如说，我一批货可以赚个10%、15%，一批货可能卖几个货柜的贸易，那我就看我的周转率。假设我1年可以周转3遍，那我1年下来也大概接近50%的利润。那我2年腾下来，我就100%的获利了，赚回将近1倍了嘛。那我贷款，你可能缴个3年、4年、5年这样子，那实际上我已经把我的获利已经翻了2番回来了，再去支付那些贷款都绰绰有余。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个观点，存钱产生金钱也是可行的，但是只是存钱的利率太低了，可能跟我们通膨有很大的落差，所以创造现金流可能是我们更想要的。那不用去担心如何去创造现金流，那一切都是信念所致。因为在我们很久以前的我们曾经都一定有体验过丰盛富裕的样态。曾经，那只不过只是将我们曾经体验的过样态全部的放到这一世去重新体验。再来是我们的内在本源是至高无上的神圣的智慧，当我们愿意去做对平，当我们愿意允许让这个财富的能量流入，那你的智慧就引导你，让你会涌现出这样子的智慧的状态，所以它是没办法去做解释的，那个是你与生俱来的力量，与生俱来就有这样子的状态。那要去生成金钱，重点是在创造自身价值，不是用时间交换，但是你也可以创造自身价值，让你的收入是不可衡量、不可计算的，让金钱为我们工作，而不是我们为金钱工作。所以你可以去创造一个，或是设计一个，你可以做这样子操作的一个模式。金钱去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它并不是计划。比如说我们做什么样的计划，可以涌现金钱或看到收入，计划不是在这里。就是所有一切，你要看到财富，看到丰盛，看到富裕，只做一件事情，对齐频率，对齐了，这个震动才会呈现。那我们跟这个丰盛能量没有对齐，你再怎么去做计划，你再怎么去做很缜密的这些状态，它也是看不到钱的，或者那钱不能够满足于你的梦想啊，因为那是被你逻辑过的东西，所以它不会去涌现你真的意想不到的财富。那我们都有听过无条件的爱，对不对？这个解释好像很多次的无条件的爱。那如果我们是一切的源头，那你也可以把它调整成无条件的财富，无条件的丰盛。那你就用这个信念去对齐这个观点：无条件的丰盛，无条件的财富，无条件的富裕。那如果你的信念是使用这个信念，它就会对齐到无条件的。我觉得没有原因、没有理由、没有限制、没有条件的丰盛，它是自然而然的，因为你是一切丰盛的源头。那你要如何去对齐状态？现在有很多的参数可以让你去参考，比如说你可以去看一些影片，去启发一些你想要得到的一些观点，进而去对齐它。不是跟那个内容物对齐，也不是跟那个老板对齐，是将我们的心境对齐成是丰盛富裕的状态。因为呢，你可能要有个参考值嘛，所以你不晓得什么是富豪、富翁，你不晓得什么是奢华的生活，你不知道。那你现在有很多的媒体可以参照，你 YouTube 滑一滑，什么是豪宅，什么是游艇，什么是非常好的一些生活，你就一直去看。看的时候，你不用去产生向往。如果你看到很有钱的人，他开游艇出游，就去出入很好的地方。
你要相信一件事情，影片中的你也是你的能量流的一部分，它也是你的镜像，所以你的镜像中的你正在体验丰盛的样态，所以你才能够跟丰盛的频率对等哦，就是震动哦，不是去对那个样态产生向往，不是对那个影片产生渴望，一切都是我们的镜像，我们自身的镜像，这是我分流的一部分，它是我的镜像，实际上我已经在体验丰盛了。实际上我已经在体验丰盛，那你的状态才会一直不断的恒定在这个状态中是对齐的。但是如果我们看的那些影片，你产生的就是向往，或者是嫉妒，或者是觉得哇，我好像做不到，我这辈子都没办法像这个人一样，那你就忘记了一切的一切都是你的分流的镜像，你忘记了这个真相，你忘记了，你就回到我只是渺小的自己。所以一切的一切都跟你无关，所以又形成对立面，无关的世界，我是渺小自己，形成对立面。那我们还在二元中，是看不到真相的。所以能量的对齐很容易，你不论你看到什么东西，不是你体验的，你看着别人体验的，你都要相信这个正在体验丰盛的人，是你的能量分流的镜像，他也是你。所以因为你是用这个观点融合在你的信念中的，你正在使用这个信念，所以你才能够真的对正在开豪车、享受美食大餐、正在环游世界、正在玩的人，你会觉得太棒了。这个是我的镜像，这一部分的我正在体验丰盛，你的潜意识才会一直完全的相信你就是丰盛，那你就会很喜欢看类似的东西，很喜欢看。那一样的，如果你看到了很辛苦的样态，或者是很匮乏的样态一样会在你的周围中呈现嘛。那你还是要跟你自己讲，它也是我能量流的一部分，它也是我的镜像，让我理解到什么是匮乏，让我理解到什么是贫穷，让我理解到什么是不富裕的感觉。所以这一切都是提醒着我，我才是一切丰盛的源头，让你自己更加对齐你的内在，要把所有的解释都成为你的解释。不是把解释一分为二，比如说我们看到不富裕的状态，也是我的一部分，它也是我的镜像，所以你看吧，我就是真的穷光蛋，我是真的不好，我就真的这么衰，我周围都是那么不好的人，这也是一种解释。那我们就会陷入二元中，看见自己的不足。所以呢，你看见很好的，你看见很丰盛，你看见很富裕的，那是你的能量流的一部分，它也是你的镜像，所以你正在体验丰盛。你如果是真心是这样觉得的，你反而会对那个镜像中的你去表达感谢，甚至给他支持，你就真的会为这件事情感到开心，因为你本身也正在体验丰盛中，因为你将那个镜像视同是你自己，因为真相就是如此，一切都只有你。那相对的，你如果看到很匮乏的、很贫穷的，如果你真的看见了，那个也是你能量流的一部分。这个镜像体验出有这个样态的你，他正在体验匮乏，正在体验贫穷，正在体验莫可奈何。因为有这个现象中，才能够唤醒我，才能够提醒我，我要一直对齐成丰盛的样态。相对的，如果你真的对这些起了慈悲心、仁慈心，你要去捐钱也好，都可以捐的。但相对的，你也可以在你的世界中，你去设定一个信念，这些莫可奈何的人，他们都能够拿回自己的力量，成为自己的光。对这一切镜像体验都表达祝福，因为他们都是你的一部分所以你要去尽量拿出对你的解释是对你有益有帮助的，是用议员的视角去解释它，你才不会被拉扯，或者是被牵制。我们把潜意识看得太高贵了，把潜意识看得相当难。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潜意识，我们也不用控制潜意识，我们只做命令的下达。潜意识就是你的 CEO，你的潜意识不会去生成你大脑所想的，你的潜意识只会生成你内在内部内心所深信的。你深信什么，你的潜意识就会如实的为你去做创造显化。所以显化的关键不在于我们大脑想象多美好，显化的关键是你内心内在有多么的深刻确信这件事情存在。那只不过我们透过大脑编程那个画面，
让你能够更加的有感受力，那个感受力爆棚，才会成为确信力。所以画面的呈现，就是你在冥想中观想那个画面呈现，它不是重点，重点是画面呈现之后，你把你自己投入到这个画面中，成为这个画面的角色，你把你自己投射进去，成为这个画面中的你，去感受那个画面中美好的一切，或是你想要的一切，让感觉张力扩张，扩张再扩张。当感觉张力扩张的时候，你的潜意识才相信，原来你正在体验这个感受，那你的潜意识就会如实的为你安排这一切的体验成真。我下命令给我的潜意识，我现在就是要让这个东西满足那你就要想象它已经满足的感觉因为你的潜意识会执行满足，不是你的想象，是你深信的东西。如果你创造了，或者是你做到了那个感觉，你深信是满足的样态，你的潜意识就立马帮你执行了。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控制它，也不用去引导它，驱动你的宇宙执行的时候，它会有千百万种你都意想不到的方式成为成真。你可以同时做很多东西，可以同时操作。因为我的事业就是这样子，我有很多不同行业别的公司，你决定，所有的迹象都是我们早就已经醒觉，我们早就已经成为最高最好的自己了。我们不用再去经历一定要进阶，一定要怎么样才能够看见真正的我，完全不需要，因为这是你的世界。所以当你决定你的世界是这样生成，那你的世界就会如你所生成的呈现。我在做疗愈的时候，我看到一些疾病个案，他一上线了，他早就好了，他只不过是用这个疾病的样态去提醒着我健康的重要性，他只不过用匮乏的样态去提醒着我爱自己的重要性，他只不过用很多的种种状态去提醒着我他是美好的自己。因为他就是我，所以当我是这样认定的，他早就好，他就是我的状态，疗愈起来才是更健康的。我们是无法脱开信念的，我们只能够选择信念，所以选择信念很重要啊。所以以前的信念过时了没关系，是回到光中还原成光与暗跟我们合一，所以我们并没有脱离它，也并没有移除它，也并没有杀掉它。那就是选择新的信念前进。那现在的信念也不一定是一直跟到底的信念，会随着我们的样态去做调整。但不论什么样态调整什么样的信念，也要对曾经帮助我们的信念表达感谢，因为信念也是能量。信念本身就是一种能量，一切就是只有能量而已。那你又是能量的源头，所以信念也是你。一切都是只有能量，而你是所有一切能量的源头，所以那一切全部都是你。你用什么样的信念，那也是你。你曾经的信念也是你，你现在的信念也是你，你以后的信念也是你。但是不要把它分出去，好跟坏，你好与坏不要分，只不过把曾经用过的，现在不是用的，还原成光与爱，因为它曾经帮助过我们，才会让我们一直不断的前进。那这个信念就还原成光到我们身上，我们再用更小的信念前进。